在前面的课程里，咱们讲了人类是怎么一步步走出草原，走出非洲，遍布全球，然后在世界各地定居的。在这些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，公共卫生和医疗都不发达，传染病的影响大多时候是决定性的。即使到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4大文明古国时期，传染病有时候也能颠覆一个文明的存在。你可能立马想到，很多传染病对我们的危害似乎越来越小了，比如麻疹、结核病，在以前都是致死率特别高的传染病。那传染病病原体的杀伤力真的会在传播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弱吗？正式进入4大文明古国的学习之前，我们今天先借着兔子和澳大利亚人相爱相杀的故事，来聊聊几百万年来传染病病原体为了寄生于人类宿主，都做了什么样的演化，甚至是示弱。咱们先来听个故事，关于兔子军团是怎么席卷澳大利亚的。1859年，也就是达尔文出版《物种起源》的那一年，一位叫做托马斯·奥斯汀的农场主做了一件小事儿，他把24只兔子从英国运到了澳大利亚。咱们今天很难准确地知道这位大哥的目的是什么，只能猜测，大概他是想在自己的农场里打兔子玩。问题在于，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没有兔子的天敌，而兔子的繁殖能力又极其可怕。如果你还记得高中数学课的那道经典的兔子繁殖题目，你就会知道，放任这24只兔子自由繁殖会带来大麻烦。但是，托马斯·奥斯汀显然没有在中国上过高中数学课，在之后的6年时间里，他的农场里光被打死的兔子就有2万多只，而剩下的兔子眼看形势不妙，立刻选择跑路。之后，这支兔子军团以大约每年110多公里的速度向外扩张。这个速度看起来不快，但是别忘了，兔子们可是一边走一边吃喝拉撒一边生小兔子，还能保持这个速度，可以说是相当吓人，大有彻底占领澳大利亚的劲头。好在澳大利亚人还有地理优势，那就是莫雷河。这条河是澳大利亚最大最长的河流，对不会游泳的兔子来说，绝对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吧。你猜结果怎么着？1880年，兔子居然过河了。怎么过去的不知道，反正澳大利亚从此无险可守。到了1950年，整个澳大利亚游荡着6亿多只兔子，全体澳大利亚国民区830万人全都忧心忡忡。毕竟平均每个人要对付72只兔子，他们可没有吃麻辣兔头的习惯。就在他们发愁的时候，兔子们依然在潇洒地吃草挖洞生小兔子，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，已经影响到了澳大利亚的畜牧业。为了干掉这些兔子，医学家们出手了。在他们的建议下，澳大利亚从巴西引进了粘液瘤病毒。这种病毒跟感染人类的天花病毒是远房亲戚。正如印第安人对旧大陆的天花病原体缺乏抵抗力一样，这些在澳大利亚疯狂扩张的欧洲兔子对美洲的病毒也缺少抵抗力。兔粘液瘤病毒从此开始大杀四方，消灭了澳大利亚98%的野兔。看起来是不是人类即将取得这场胜利呢？但实际上，兔粘液瘤病毒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。1995年，澳大利亚又不得不引进了另外一种兔出血热病毒。为什么面对可怕的传染病病毒，兔子们却没有被赶尽杀绝呢？在病毒引进的第1年，野兔的病死率确实达到了惊人的 99.8%， 但很快这个数字就大幅度下降。因为野兔和病毒在演化的过程中相互适应，野兔对于病毒的抵抗力增强了，或者说病毒的毒力减弱了。如果我们站在病毒的角度思考，这个结果十分合理。如果把所有的宿主全部杀死，那么病毒自己也没法生存了。所以在演化的过程中，病毒就会朝着杀伤力逐渐减弱的方向演化。从澳大利亚人和野兔死磕的故事，专家们也得到了一些传染病和人类关系的启示。他们发现，病原体的杀伤力逐渐减弱这个道理，放在传染病和人类之间也是合理的。专家从统计数据发现，澳大利亚野兔数量的最低点在1953年，也就是引入病毒的3年之后。这些野兔从出生到能下崽儿，大约需要6到10个月。如果按照人类25岁生孩子的话，那么野兔世界中3年的代际变化大致相当于人类世界的90年到150年，
而在人类的历史之中，在面对致命性传染病时，差不多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和病原体相互适应。在面对传染病这件事上，人和兔子就这么相互印证了一次。按照这样的观点看，传染病和宿主在相互接触时存在一定的模式。一开始，传染病会对宿主造成严重的伤害，但是在演化的过程中，病原体的杀伤力会变弱，最终形成感染人数多，但是杀伤力相对比较小的局面。这样一来，这种传染病才能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，长时间的存在于宿主的群体之中。比如，在人类之中传播的麻疹就是类似的情况。发生在澳大利亚野兔身上的情况也是如此。经过了兔粘液瘤病毒的洗礼之后，澳大利亚的野兔再也没有恢复到全盛时期的数量，但病毒从此也在澳大利亚扎根，在兔子之中生息繁衍。澳大利亚人经过这样一番操作，还是没能把兔子赶尽杀绝。这场和兔子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了今天。看来病原体和宿主的关系咱们讲完了吧？并不是，咱们还要继续追问一下。病原体会变弱，毋庸置疑了。那么这种变弱是不是无休止的呢？关于这个话题，一位叫做弗兰克·芬内尔的澳大利亚微生物学家开展了一番新的研究。他发现粘液瘤病毒在野兔群中传播以后，演化出了5个亚型。第一个是最初的原始品种，病死率接近100%。第二种虽然稍弱一些，但病死率也超过了95%。第三种的病死率呢，在70%到95%之间。第四种就温和得多，而第5种呢，更是没有什么杀伤力，看起来倒像是大自然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疫苗。如果按照病原体和宿主会在演化过程中相互适应、相互包容的观点来看，那么极其温和的第5种类型显然是非常理想的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，病毒在野兔群里广泛传播，而兔子也没有受到什么严重的影响，可以说是双赢了。事实真的如此吗？这5种类型的病毒究竟谁会最广泛的传播开来呢？芬内尔经过研究后发现，最终胜利的不是杀伤力100%的第1种，但也不是最温和的第5种，而是居中的第3种。虽然这种病毒确实弱了一些，但是病死率毕竟也在70%到95%。芬内尔是这样分析这个结果的：病毒的杀伤力太大，确实不利于传播。如果宿主死得太快太多，就会来不及把病毒传播出去。而太温和的病毒呢，宿主康复得太快，也不利于传播。从芬内尔这个一切都是为了利于病原体传播的解释来看，今天很多传染病的症状都有了很好的解释。比如说，为什么得传染病的时候会有很多让人难受的症状，感冒了会打喷嚏咳嗽，得霍乱的人会拉肚子等等。这都是因为这些症状有利于病原体的传播。感冒是呼吸道传播疾病，打喷嚏和咳嗽能让病原体跑到别人身上，而霍乱是消化道传播疾病，拉肚子也是把病原体排出体外。也就是说，正在得病的能够不断地把病原体排出体外的患者，对于病原体的传播来说是很重要、很有意义的。如果病得太轻，意味着病原体在宿主体内繁殖的不够多，排出的也就不够多。如果病得太重，宿主死得太快，来不及把病原体传播出去，也不利于传播。所以对于病原体的演化策略来说，在这两者之间达到平衡才是最理想的结果。至于达到平衡时宿主的死伤情况是什么样的，《三体》里面有一句台词说得很好，主不在乎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关于传染病出现了2种不同的观点。一种认为病原体和宿主在共同演化的过程中会相互适应、相互包容，病原体会逐渐的变弱。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，病原体的演化方向是为了要达到一种平衡，一方面宿主的病情要足够重，能够排出足够多的病原体，另一方面宿主又不能死得太快，这样才能够有机会把病原体传播得更广。咱们总结一下的话，这2派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，他们是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讨论传染病的问题。如果咱们把视野放到成千上万年，不少病原体的杀伤力确实整体变弱了，而且有逐渐变弱的趋势。但如果在区几十年时间里，可能还不足以引起这种情况发生，病原体依旧会有较高的杀伤力，同时通过引起各种症状让宿主把它传播得更广。